美国一直在做一些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情。7月的时候，限制部分外国制机器人跟电力逆变器，其实你就是讲中国制就对了啦。中国就一直冷眼看你啊！你现在几天之内你搞这么多花招，好，那没有关系，我们也来搞一个对外贸易法。我告诉你，我现在从巴西跟阿根廷进的大豆的品质跟价钱都超过你美国，胡桃也是一样。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中国就拿胡桃干反击，从保证金上面下手，课征54.3%。那个时候你知道，乔治亚跟亚利桑那的美国农民跳脚啊，气死了，比大豆农还要跳脚。好，要赶快来看到是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粮食牌直接掐住了川普的票仓哦。现在呢，针对于这个美国要出口这个胡桃，他们要来正式的开刀了，课征的部分是54%的一个保证金。那其实胡桃只是一个前戏而已，重点是中国大陆想要卡关美国的接下来出口给中国2500万吨的大豆才是重点。美国的农民现在很害怕了，是说北京会不会接下来翻脸不买大豆了呢？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关键就在于今年的9月份，川习会即将要登场了。北京现在先出了一张川普最怕看到的牌，不是我们先前谈的稀土，不是晶片，也不是 AI， 就是有关于美国农民的生计，而美国农民的生计也会直接影响到就是川普他的重要的政治选票了。我们先来看到的最新消息，8月10号这一天，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最新针对于美国进口的胡桃实施高额的临时反倾销措施，产品只要进入到中国，接下来你都要缴54%的保证金，意思就是说你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胡桃呢，等于你的价格就垫高了1倍。那么不只是针对美国，还针对了墨西哥。墨西哥进到中国大陆的胡桃也要课征，最高也是同样达到了50%以上的一个保证金的税哦。那么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认定美墨产品存在倾销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对中国国内的产业会造成实质的伤害。重点来了，为什么中国大陆要选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针对胡桃来课征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保证金的税务呢？不是说要暂时来休战，甚至说要好好来谈 AI 吗？为什么突然间北京要给川普一个警告呢？现在大家就在看说，重点的大戏是不是就是在稀土了？因为美方一直最希望就是中国大陆赶快买这个自己的稀土。那我们也来看到有关于稀土的量。2016年，中国从美国稀土大豆是一度占中国进口来源高达了41%，但是2024年只剩下20%，直接减少了一半。那中国大陆不足的这个大豆从哪里来呢？现在是看说转向了巴西、阿根廷跟乌拉圭等等的国家。接下来美国农民怎么办呢？少了几千吨可以输出他们重要大豆的国家，美国农民会不会成为牺牲品？上志哥怎么看？好，中美之间开始有点紧绷，有点冲突咯，大家要特别关注。这个是在这个5月呢，这个北京川习会之后，不是气氛很好吗？说要有一个这个稳定的战略什么合作关系、建设关系什么鬼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历经了3个月后，所有这些谈的东西是不是就进入紧张状态了呢？我们现在来看中国对于中美之间，大家要分层来看，什么意思呢？更核心、更战略高层的是跟科技有关的，科技的、AI 的、战略的、国防的等等的这些东西，这是大家彼此不让的。然后呢，它有一个下层，因为下层的东西跟大众、跟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生活有关，这里头就是贸易的。然后另外刚刚讲稀土也算是已经是战略了哈。好，所以特别是在贸易这些跟其中选民有关。好，中国大陆商务部突然丢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它是针对于坚果类。胡桃大家听不懂，就是核桃啦，就是坚果类有核桃，这次这个里面清单有核桃、有开心果、有杏仁，这都所以影响加州其实影响蛮多的哈。那但是这里头怎么说呢？这里头其实第一次出现就是这3个关键叫做反倾销税。中国大陆过去对美国没有推出反倾销税，往往都是报复性的一些关税啦或抬高，在农产品这次出现反倾销，这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大陆开始用反倾销这个东西在农业上出现了哈。那但是我们看说他为什么要这样？除了难道是反倾销吗？其实这样背后，其实我们也都理解，中国大陆因为长期以来对于所有过去对美国农业当中就是优先美国嘛，早先对优先美国，但是中国大陆这些年，特别是这2、3年的，是开始对于长期的供应链在做分散。我举个例子，这次这个核桃。
除了中国大陆自己云南、新疆也开始生产很多核桃之外，核桃跟乌克兰买很多哦，很神奇哈。那么，所以这里头其实有些中国大陆这些战略的考量蛮有意思的哈。好，但是重点还是中美的这个贸易冲突啦。大家其实在关注的，除了这个核桃，这是一小部分，还是在看现在中美贸易当中5月大家甜蜜蜜。那到底现在，比如说大家去看美国的大豆、玉米、高粱、小麦，这是很重要一块。畜牧业的包括牛肉这些所有的进口，还有另外包括水果，这通常是这5大类啊，3大类。我们来看大豆大豆很重要。大豆是这样子，先前谈判5月的时候讲的甜蜜蜜，2026到2028年连续3年，每年要采买2500万吨。好，中国1年全世界买需1.1亿吨。好，所以2500万吨现在大概都20%而已。结果到目前为止，包括上个礼拜才刚刚又买了80万吨，才买600万吨而已。好，当然美国大豆是这样子，它通常是下订单，现在买订单，10月、11月才装船，好才装船。可是我们看中国大陆到底那1月到6月嘞，好，1月到6月中国大陆全世界，尤其巴西买了多少？买了5000万吨啊，所以达标了。可是唯独美国没有按照规划买，所以这里头还是有施加压力的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看起来其实在5月份之后，好，但美国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个当中，没有符合先前5月谈判的气氛呢？是中国违背诺言吗？没有。中国大陆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你的贸易、我们的稀土、中美之间所有一切是针对于台美军售这件事情，140亿美金。你要有交代，当时是这个完全就是摊开来讲的。当时其实也就是这个他们说回去考虑看天，可是回去已经快100天了。美国方面对于台美贸易没有后续，对，没有吱声。而且最近看到对于日本方面的很多军事动作，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对于以色列啊、乌克兰等等，然后呢，乌克兰要跑到台湾要来做无人机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刚刚举的汉光演习当中，整个完全这个张晋大哥是专家了，所以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剧本、美国的要求、美国要检验的东西，跟过去汉光演习不一样。所以美国方面你可以看到，不要说台美军售，对于台湾军事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背后的，不要说指指点点，背后在操盘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丝松懈，甚至更加强。所以这个背后是不是真正的回到来讲，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包括农业贸易承诺的东西都停手？无论大豆买了600万吨而已，然后呢，包括现在还丢出一个核桃的。新的反倾销税正在加大压力，因为现在已经8月中旬嘞，不是说9月，还剩下不到40天，那个习近平不是就要去美国了吗？对，难道习近平因此不会去美国了吗？应该是接下来中美所有冲突当中，大家会集结的结论，习近平去不去？还是说川普也没有让习近平去，故意创造一些现在这些紧迫条件，让北京说不去了。究竟这又是谁在操控这个局呢？好，所以中国大陆我们看到用农业来反制针对于美国的各种地缘政治上面的动作，那确实当时承诺的是说2028年要总共买到这个2500万吨是每1年，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只有600万吨。那接下来这个来自于美国的权威战略期刊的外交事务指出呢，粮食问题可能成为接下来美中之间施压点，而这种饥饿游戏已经成为中国地缘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筹码了。中国大陆现在在打什么样子的一个牌？张晋老师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就是真正所有这些农产品的谈判有很多跟季节性因素有关。就拿大豆为例，巴西跟阿根廷在南半球，它跟那个美国的产季恰好是相反的，所以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巴西在抬价、在拿敲，所以他跟美国谈是放样子、放话，然后做样子给巴西看。巴西一看不行，那个价钱抬过头了，回不了头。然后呢，阿根廷趁虚而入，所以他就大量买进。那等到这个阿根廷的密契约，巴西急了，价钱哗跌得比原来抬价钱更糟。所以这是商业谈判之中。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所有的船运所有的船只，你不是说你买了之后它保证一定运得来，你还要去配套陆地上的运输，然后装船如何。我觉得现在这个基本上是在摆态势，因为就我所知，所有后续的船运的这些之前的订约都已经在去，中国这个农粮总公司都一直不停的在做，只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到9月份去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之所以习近平去访
问这个美国是要配合川普演这场戏，9月去，然后希望造成这个声势，然后呢11月。假如你今天没有把后续的那个运销的船、这运销管道弄好，你9月放话说买了，你到了11月还是运不出来。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今天要了解，它不是专门去打击农民的荷包，它专门去打击你政治对手的票仓，那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能够让川普低头，是因为这些种大豆的都是他不能输掉的州，他要输掉了州的话，那整个的翻盘他就马上就立刻就跛脚。所以我们就讲这个，我们天天在这边讲反渗透法，那个外力干预跟诱导，你要有本钱啊，对不对？你要约制啊，你能够就是说，尤其是你要约制的对象，他是用感性思考，他不用脑子了，所以才会被左右，才会被操纵。为什么拿出那个核桃来？因为核桃不是主食啊，核桃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而且这个数量相当有限，所以才有操作空间。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一场这个粮食战还在持续的打当中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跟科技战比较相关的，是美国又有动作。好，7月底的时候，美国开始限制部分的外国机器人跟电力的逆变器，接着又把数十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当然了，中国立刻反制，几个动作：第一个，审查美国的资安产品，加强无人机产品出口审查，制裁美国的实体，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打压美国的胡桃等等核桃哦，等于是说美国打一拳，中国大陆也就会做同样的回击。那干哥怎么看？接下来习川会大豆又能换到什么呢？其实我跟你讲美国一直在做一些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你明明知道，对于美国农民而言，不管胡桃、大豆，这些都是很重要。但你为什么在就是说7月的时候限制部分外国制机器人跟电力逆变器？我告诉你，这2样都是中国出口的大宗。限制外国制，其实你就是讲中国制就对了啦。那它根本就是中国在做的嘛。电力逆变器更是，对不对？所以老实讲一句，你现在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政策。然后这个是7月28号发生的，7月30要过3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43家中国企业又列明了压榨维吾尔人。铝啊、铜啊、黄金啊，通通有份。最重要的是棉花，还在讲棉花的事情。美国的参议员也是很累，为什么？因为一直有什么国际组织，一直去有去国会游说啊。我跟你讲，还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受到压迫啊，在这个在教育营啊上面还有塔那个监视塔在控制的，他们在血汗工厂里面做啊。所以43家又上了名单了，所以我看中国就一直冷眼看你啊！你现在几天之内你搞这么多花招，好，那没有关系，我们也来搞一个对外贸易法叫开始进行国安调查。国安调查，我不是在这上面反击你，我是在农业上反击你。对，所以说刚刚前面2位讲了很多，你知道中国1年需要多少大豆吗？不是说一定会跟美国采购2500万吨吗？中国需要1亿吨。中国13亿人口，他们需要1亿吨的大豆才能够过这个冬天。但是美国没有办法拿大豆来当做谈判的武器，你这样听起来会非常吊诡。你要从哪来呢？我要从哪来？我告诉你，我现在从巴西跟阿根廷进的大豆的品质跟价钱都超过你美国。今天我要跟你美国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维系着这个双边贸易，让它不至于瓦解，这才是最重要的。胡桃也是一样，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中国就拿胡桃干，张老师讲的，说这个因为胡桃。他毕竟不是主食，他拿胡桃来反击，当时就已经有用到说反倾销的考虑，保证金还不是反倾销税哦，从保证金上面下手认为说胡桃销到中国是不公平的，所以说课征54.3%。那个时候你知道乔治亚跟那个亚利桑那的美国农民跳脚气死了，比大豆农
还要跳脚，还要抗议，所以大家就晓得，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它其实它要反制的话，它有很多方法，也有很多手段，只是还在维系着双边贸易的基本的依存关系而已。所以美国，你真的不要搞错了。好，来看到是中国大陆卡住了 AI 的光速命门。今天要特别来关心到的这个是磷化铟哦，它的价格暴涨了250%，而且破口的部分突破了30%。现在的关键点就是中国大陆不让美国去拿到这个磷化铟哦。等一下我们特别来关心，尤其是大陆掌握了70%的产能，等于美国的 AI 霸权卡在一片晶圆里头。今天来关心这个细节哈。现在看到是 AI 的军备战，美国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卡住 AI 资料中心的。不是辉达的 GPU 或者是 HBM， 现在说 AI 的下一场革命瓶颈，不是算力，就是在传输上面。传输上面是靠的什么呢？这非常不起眼，只有几寸大的这种半导体的材料，这个叫做磷化铟。好，今天会有比较多的一个细节。未来的 AI 资料中心不只是比谁的 GPU 比较强了，我们要特别关心到说，让这些数十万甚至是100万颗的 GPU 可以来做高速的一个沟通哦。当你的 AI 的资料变得庞大，资料中心里面有很多的 GPU 的时候，真正拖慢速度的不是算不算得快，而是这些大量的资料能不能互相去流通。那我们就把 GPU 比作是 AI 的大脑，如果没有高速传输，就像是拥有超级的大脑，但是没有这些神经系统。那我们看到磷化铟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把电变成光，产生这种高速雷射讯号的关键材料。但是现在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路透社特别提到，磷化铟现在是 AI 资料中心的供应链当中最关键的瓶颈。来自于相关的公司的执行长更是提醒了，说磷化铟现在有非常严重的短缺问题，比记忆体还要更短缺。就算他们的资料中心呢已经建了5座的晶圆厂，但是看到缺口仍是高达30%左右。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紧掐磷化铟的出口啊，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干哥怎么看有关于缺少磷化铟的问题跟中国大陆对美的制裁。最热门的题材叫磷化铟，很多人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磷化铟到底是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有一个人跑出来讲话，叫做光通讯的元件大厂 Lumentum 的经理，他出来讲话，他说：“我告诉你，现在啊，磷化铟要比以前记忆体短缺的时代还要严重。我们已经盖了5间工厂来生产磷化铟了。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未来几年磷化铟的短缺会达到30%。那磷化铟究竟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有3大特点。”它有3大长处，什么东西都取代不了它，什么钨啊、锗啊这些，它们的用途都不一样的。所以磷化铟它有它的特性，它具备什么？直接能系，还有极高的电子迁移率，还有高耐热性跟抗辐射，它的3大特性，你用任何其他的那个贵金属元素，通通不能取代它的特性。所以我跟你讲，有一个人叫黄仁勋。黄仁勋自己投资的，我刚才讲那个 Lumentum，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光通讯的那个厂商，他投资20亿美元，然后他再投资了 Lumentum 的对手叫做什么？叫做 Coherent 的大厂，他也投资，你就2个工厂他都投资，2家是对手他都投资，为什么？因为黄仁勋早就已经看出磷化铟这个东西。将来会让 NVIDIA 的晶片这是他就说会影响到它整个品质跟整个出货，所以他老实讲，他很早就已经看到了。那这一次川普不是去访问北京吗？那这个 Coherent 的执行长呢，他就跟着川普去，然后一去到中南海，他找到相关官员，他说：“拜托，你们从去年开始禁止铟就是铟这个金属的出口。”你还把我们害死了，你知道吗？可不可以开放一下？对本公司开放一下就好了，不要对其他公司开放哦，只要对我们公司开放就好了。结果听说中国现在已经把它当成战略管制的金属，所以不可能随便开放。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说未来会短缺30%，它的情况会比记忆体短缺还要更加严重。这一次就是中国再次告诉你，我
全世界70%的产量在我手上，而且全世界80%生产磷化铟这些光电器的大厂叫什么？叫做 AXT， 在我们北京。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说，美国不是被掐脖子而已，可能连鼻子都被掐住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说，中国大陆可以说从源头就开始掐住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材料，成为他们的战略物资。那很重要的事情说，他们不仅是掌握了70%的一个产量之外，其实包括它整个精炼的过程都是一条龙做出来的，这个也是美国需要去掌握的部分，包括从铟的回收到你开始做精炼。磷化铟的晶体到这个晶圆的晶板，甚至光电材料的供应链，这个是完全一起建起来的。而且大陆我们刚刚提到了嘛，其实在去年2月的时候开始禁止出口之后，导致这个铟晶圆的价格是暴涨了大约250%，现在每一片单片价格高达了$5000的这个高价。那中国大陆还是呢觉得说，我还是要再多一点这个铟的材料，于是它就在云南跟广东两地又在扩产。那砸的是数亿的人民币，要来继续扩产，来生产这个铟的材料。汉庭怎么看？接下来对于美国来说，是如何掐住它的 AI 还有半导体的脖子？这当然是掐住了美国的脖子，但是呢，也不见得那么完整。美国现在卡中国的 GPU 卡的是成品，对吧？就不让你买整个的最后产品。对。但是中国管磷化铟管的是源头，所以呢，更妙的是，中国大陆其实不太需要断供，它只要把出口的许可证稍微的这个拴紧一点，或者呢，它只要是稍微严格审查一点，或出货的慢一点，那就会对全球都有造成影响。它如果是放的宽松一点，全球 AI 的建设就很顺畅。它呢如果稍微缩紧一点点，哇，糟糕，全球的光模组可能就要排队。那如果它再严格收得更紧一点，那华盛顿就必须要派人来谈。所以这才是中国大陆它可以去调控掌控的能力所在。但是呢，它也不完全是万能的王牌。第一个，美国、日本、欧洲现在也在疯狂的补课。日本呢，它也不断的去加深投资，希望能够把磷化铟的产能大幅的提高。美国呢，也预计要在今年的年底产能翻倍，2027年底还要再翻倍。但是这整个扩产的周期其实要3到5年。所以中国大陆能够去卡住的，也就是这个时间窗口啊。如果人家真的也增产了，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也就无效了。而第二，其实也有双输的风险存在。因为大陆自己的光模组巨头呢，比如说中继旭创啊、新义盛啊，它也用美国的 DSP 晶片。如果全面禁运的话，那美国也会反制，那中国大陆的模组厂可能会既丢市场又缺零件。因此，目前北京的做法也是切香肠式的管制。我没有要这个全面都管啊，所以我就用许可证来慢慢的调整我的节奏，防止美方的全面报复。那再来第三，也是整个的技术替代也慢慢在路上，就好像当初美国卡中国大陆脖子，大陆也要往技术替代的方向走啊。那这来看，技术的演进也有可能会取代，不过呢，这个取代时间就还比较早。所以到目前来说，中国大陆对于出口，它可能够去做出一些调控跟管制，才是它的王牌。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大陆自己也在扩展它的磷化铟的建设这个厂房之外，我们看到另外一头，其实呢，包括了美国也在扩建它也希望赶快速的生产。那地点就选在德州。另外呢，政府还通过了一个最新的晶片法案，会提供$5000万来投资做补贴，把磷化铟的供应链拉回到美国来。但是磷化铟涉及到非常多的技术这个新厂投资恐怕要2到3年。那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快速跟上这个缺口的话，会面临的3个问题。其实第一个，刚刚汉庭也提到了光模组的部分现在可能会延迟交货。第二个，建设成本上升。第三个是科技的封锁也会反噬。现在其实连黄仁勋都非常的担心了，他也认为要赶快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李将军怎么看？我们都知道，所谓 AI 的资料中心以前来讲的话，如果说整个资料中心里面其实就是这个数万片的 GPU 然后就像是很多个大脑在那边彼此互相交换。我们讲说专家会议在那边大家一起讨论。那这个 GPU 跟 GPU 之间，他们资讯靠什么来彼此来互相的传递讯息呢？以前是靠铜来讲互相传递讯息，但是由于现在如果说你要建到大型的资料中心，你用的 GPU 一定是更多，就像用更多的大脑，那你速度要很快速度要很快，光靠铜已经不够了，所以必须要用光
光的速度绝对比这个电子传输的速度要快，所以他们讲一句话，就是用这个用铜来退光就铜退光进用光来做传递。那光怎么样来传递呢？我们都知道听过一个名词叫做细光子对，但是细本身细本就是这个 CPU 跟 GPU 之间中间的传递的是用细光子来做传递，可是细本身不会产生光。那细怎么样来产生光呢？就是这个就是磷化铟好，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贸易战，川普押上了美国国运这一次祭出的最新关税豪赌，301条款再次的开火了，50国确定会遭到殃及哦。加拿大的部分是最受害最惨的，这个关税的部分升高到了50%。美国真的能够重返制造业霸权吗？还是把盟友推向中国大陆呢？如果您觉得这个关税战实施下去对美国有利，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美国根本就是赌国运，对它完全毫无意义，帮我们留言写2。今天来特别看到的是，川普的关税战没有退场就算了，现在是在完全的做一个全面的升级。大家还记得吗？今年的2月份，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哦。最高法院裁定关税违宪之后呢，川普就用了另外一个1974年贸易法，寄出了另外一个150天的临时关税。好，眼看着这150天快要到了，剩下大概2-3天而已，所以最新也是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消息，川普准备来援引的就是301条款，这一次呢，他要再继续的延续关税战，以什么理由呢？强迫劳动为由，针对全球50个国家展开新一轮的关税战。好，这个关税战当中呢，他也特别去强调了呢，不只是针对国家，也到了部分的产业，其中2个产业是我们今天节目要特别关心的产业，第一个就是学名药的产业哦，第2个就是铝产业。好，学名药的产业的部分是这样子，它会对这些进口的学名药课征100%，甚至最高到200%的关税，就是希望说，制药也是不是能够在美国自己来做哦。那么另外就是铝业了，它也希望能够美国制造，所以接下来呢，鼓励企业到美国去设厂，如果你愿意的话，关税就会从50%降到25%。表面上，川普是用这个关税来逼各个全球的制造业回流到美国，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这样做其实已经真的撕毁了他跟重要盟友之间的关系。这个国家就是加拿大，也是在这一次关税战当中似乎是受害最深的一个国家。赶快来看到细节，最新消息，美国对加拿大会加征50%的关税，涵盖的范围也非常的广哦，一系列列出来给观众朋友在这边看。那么进一步，除了50%的关税，还有第2个税叫做野火关税。那么金融专家也开始做了警告，如果说这个50%的关税全面真的在加拿大落实的话，接下来加拿大的经济恐怕会造成他形容这个叫做毁灭性的一个重大打击。真的吗？只有毁灭加拿大自己而已吗？美国就不会受伤吗？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因为川普，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他要来强化铝业的发展，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美国大部分的铝都是来自于加拿大，甚至呢，铝的供应有一半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原因是因为加拿大这边呢，铝需要用到电嘛，那加拿大是靠水力发电，还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美国它的电力成本现在还是非常的高，所以看起来还是得依赖加拿大。那么在40年来，我们看到美国也都没有办法建立任何的大型的铝制炼厂，所以现在真的可以自己做起来吗？大家也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另外就是，一旦美加的关系受挫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接下来加拿大的政治态度，会不会转向中国大陆？因为现在有许多的专家也做了这样的预估，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也会一起来看。好，先请教汉庭怎么看上一轮的关税战？川普希望制造业回流，看起来是没有达成。这一轮的关税战，他也希望祭出301，重建美国制造。真的可以解决吗？另外就是目前美国的经济压力有办法靠关税战来解决吗？汉庭怎么看？可怜呐、现在川普完全就是为了面子死撑，难道他要放弃关税吗？难道他要公开的宣布关税战失败吗？不可能，那等于是公然的把自己上台的正当性给推翻了，也把自己过去自己少数能够吹嘘的政绩给推翻。所以他不能承认自己有错，只能够一路走到黑，继续告诉大家关税好棒棒啊！
那都是大法官乱搞，都是最高法院乱搞，所以呢，我要继续干。因为我们如果去看一下过去的数字啊，2025年他打完了贸易战之后，美国的全球的贸易逆差反而是增加了。2017年的贸易是5666亿的逆差，到了2025年打完关税战之后啊，变成是9000亿美元的逆差，越搞越多，而且呢，他心心念念的制造业回流，他希望我们能够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却变成了制造业大逃亡啊！有多夸张呢？美国2025年关税政策实施以来，制造业的岗位连续8个月减少，甚至呢，在2025年4月这所谓解放日实施的10个月内，制造业流失高达了89000个工作岗位，那相当于全美国有2800家的中型工厂倒闭，所以有没有效？太有效了，就是会让大家发笑。那因为最后发现是什么呢？根本不是什么外国的这个出口商来付款嘛。纽约的联邦准备银行的研究，2025年的关税基本上有90% 都是美国的企业跟消费者自己来承担的。他收了多少钱？他确实是收了很多钱了，大约总共收了有2870亿的美元。好了，你看我们一年增加了将近3000亿美元呢。以前的关税大概1个月才就是没有很多，这相较增加很多钱，但这些钱90%都是美国老百姓自己出的，那到底有什么用？那实际上你并没有增加到额外的收入，反而是转嫁给了消费者。而且大家都会采取报复性的关税，更导致美国自己的出口也受到了阻碍。贸易战不是单向的啊，美国关税，那其他国家也会有报复啊，所以会让美国的出口商自己苦不堪言，全球的贸易也陷入混乱。而且再来第三，这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贸易政策，让企业也不敢轻易的扩大投资。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就指出，许多企业因为它贸易政策频繁变动，它就取消了投资计划。所以，川普用关税没有筑起什么美国制造的堡垒，而是一个阻碍全球贸易的壁垒，甚至也阻碍到了自己的顺利连任。好，确实哦，现在看起来这个川普的关税战是不是真的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再次的打上问号。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说嘛，这个受伤最深的就是加拿大，2个关税可能被课，一个是贸易战的50%，另外一个叫做野火关税。所以呢，加拿大现在非常生气，也强硬的反击。首先，加拿大这一位是安大略省的省长，他直接痛批说，除非美国撤销对汽车跟钢铁的关税，否则不会解除对于美国葡萄酒、烈酒的禁令。更批评川普是恶霸，他认为说加拿大这个时候我们不可以示弱，应该要站起来以实力谈判。加拿大总理则是说，接下来的几周他会跟川普来进一步讨论可能的协议。再来以政治面来说，是加拿大的前副总理方慧兰警告，美国过去80年是西方联盟的核心，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质疑说，到底可不可以信任美国呢？甚至有许多的声音现在也说，美国持续对盟友施压，恐怕导致加拿大进一步倒向中国大陆。好，另外一方面，刚刚我们提到了嘛，现在美国这么需要加拿大的铝，但是他又希望能够自产。如果真的做不出来的话，未来拿不到铝，对于美国产业有哪一些重击？那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加拿大实在是非常倒霉啊。这个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野火关税？你听这个名字啊，就是说大概在上个礼拜吧，就是纽约华盛顿的话呢，空气品质非常差了，就因为加拿大太大了，加拿大的夏天遇到了野火的时候，人根本没有办法灭火，就让它自生自灭，一直等到雨下来了，就自己去过加拿大跟美国的话呢，就知道，因为加拿大那一带的话呢，他们这个野火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去处理，就这个长期来讲就到这段时间，然后那个川普他不懂。他不懂，他什么事情就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无知之徒他认为关税是万能的，所以说加拿大的野火使得美国这个华盛顿的空气不好，那就要用野火关税。对，野火关税你要抽什么东西了？美国自己有野火，加州的野火不是也是自生自灭吗？人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个学名药就是仿制药了。学名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东西取名叫学名药大家稍微查一下，但就会知道学名药是因为美国的药太贵了所以说大家带了学名药，学名药其实效果是接近
都是一样的化学功能嘛，所以说这个加拿大本身来讲，也不一定是加拿大，但是那个什么布洛芬啊什么的，就是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就是美国莫名其妙说加拿大的毒品输入的单位，然后要罚怎么动不动就100%啊什么的，主要是讲的这个事情。因为说对讲情况，加拿大一开始的话，想要很认真的对待美国，就会被打懵了，就搞不清楚。那现在发觉的话呢，美国对于加拿大的真的是直接就讲予取予求啊。那其他的没有被讲到的原因，并不是不讲，而是川普的地理知识只认识加拿大。啊，他没有别的地方，所以什么事情都讲到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呢，他就会发觉说，加拿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的水利资源非常丰富。水利资源丰富代表电便宜，然后这个炼铝完全是靠电啊，这个大家都学过嘛。那基本上国中化学你们知道，这个铝的炼制的过程当中，所以美国铝是重要的国防科技里面的一份，制造飞机啊，或者说所有轻型。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加拿大，但是你们这边问到了一个问题，讲说会不会自动的把这个加拿大推向中国？我告诉大家，国际政治没有朋友，只有利益。请大家永远记住，对加拿大来讲的话呢，马卡内他说过，我们是中等发达国家，不能够跟中国跟美国比，但是我们会坚守自己的立场，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好，那有关于整体关税战的影响，等一下也请那个干哥来继续带我们看。那现在也在说，为什么川普一定要继续的延续他之前的关税战，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还有国库啊，现在钱真的是不够了。我们来看到一些具体的数据，民调显示60%民众不满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而且呢是专家说的哦，经济学家示警，美国未来1年有衰退风险，陷入停滞性通膨。再来就是美国的国债了，大家都知道已经突破39兆美元，占 GDP 超过125%，关税能够成为它的国库重要收入吗？真的做得到吗？干哥怎么看？我觉得那根本就是杀鸡取卵哦，那个是饮鸩止渴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经济学者对于现在美国的经济的成长率普遍都持负面的看法。为什么？好，这也拜 AI 之赐啊，好不好？他说现在最近呢，我跟你讲哈，美国经济连6年都成长 ，AI 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但是第一个就是因为 AI 造成的很多富翁跟富婆都是因为投资这个东西而赚钱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富有的消费者，就我刚才讲的啊，富翁跟富婆，他们因为投资 AI 而赚到了钱。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那个资产的增值，因为这些人资产增值，所以消费力又提升了，所以这3个叫做3A 现象，3A AI 跟富有的这个投资人。还有呢，他们的经济的资产的增值都是 AAA 好，那问题是，专家就说了，那都是你们富有的人啊。我想请问一下，80%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户，甚至连游民都算进去的话，请问这80%的人有赚到1毛钱吗？也许部分中产阶级他们有部分的股票，但是他们真正获利以及他们回吐以后。他们真的能够在这个 stock market 里面，真的能够赚到他们应该认为我所得到的富贵吗？其实说句实在话，很可怜，他们几乎是不可能赚得到的。所以说，专家认为说，在这种情况底下 ，AI 投资的狭隘啊，会让你有一种经济成长的基础，那个是浮光掠影。那个是错误的解读，当然，正确的投资当然可以得到正确的财富，可是，在 AI 过热的情况的底下，每一个就是说训练有素的专家都在制止，他们说很简单，我们去看通膨的数字就好了。为什么？今年4月的通膨美国已经达到了3.8%，他说这个可能会到4了，只要超过4的话。那川普，你皮就痒了，你知道吗？你就等着被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挞伐。为什么？因为到4就很可怕了。现在平均的薪资成长率不到3%，所以请问一下，通膨到了4%以后，美国还有什么好讲的？这里从油价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美国的一般的家庭碰到了油价就是皱眉头。为什么？一加油就皱眉头，一皱眉头，他们就知道说，哎呀，这个月还是要勒紧裤带，你不能有多余的支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油价跟通膨之间
互为因果的关系。那这样子互为因果是什么造成的？因为战争造成的。如果战争能够在这个月之内结束的话，美国在其中选举权的经济可能还有救。但如果不能够立即结束，因为至少还要3个月才能够让通膨回到可以被接受的数字，这就是专家告诉大家说，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川普想要终止战争，还想要跟加拿大征重税，那你就晓得美国的经济会变成什么样子了。